在你人生里，有没有觉得自己被封锁、被拉黑过？比如，你明明只是挽回一个讯息，结果对方直接已读不回3天。或者你的追剧 App 突然跳出来，本片已下架。今天我们要聊的问题比这更严肃100倍。难道神真的拉黑他的选民以色列吗？哇！这个问题一抛出来，现场空气瞬间凝固。如果答案是对，那信心还有什么保障？但罗马书11章1到10节说，等等，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。我且说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保罗一出手就是重击，神不会放弃。他还举自己当活生生的例子，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。翻译一下就是，各位，你们看我啊，我可是纯正的以色列人耶。就像有人说，老师是不是放弃全班了？结果老师指着台上的第1名说，不然嘞，我不是还在这里吗？保罗提醒大家，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他还提到旧约的经典故事以利亚。以利亚当年超级崩溃，对神哭诉说，神啊，全国都拜偶像了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结果神回他什么？以利亚，冷静点，我在以色列人中间还给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。翻译就是，以利亚以为自己是最后的孤勇者，结果神说，别闹了，我有7000个隐藏英雄，你只是没看见。保罗接着说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重点来了，得救不是靠业绩，不是靠 KPI， 不是靠你拜过几次，做了几件功德，完全是恩典。如果是靠行为，那就不是恩典；如果是恩典，就不是靠行为。问题来了，那其他人呢？保罗很诚实地说，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他的就成了刚硬。哇，这句话一出，全场意思就是有人点开了救恩 App， 有人却选择无视通知，久而久之干脆把通知关掉。保罗还引用旧约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你妈在餐桌上说，快吃青菜，你假装没听见，时间久了，你耳朵真的自动过滤掉青菜2个字。大卫也早就说过，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，变为机坎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意思是，他们原本以为是最稳的靠山，反而变成绊脚石。就像有些人把宗教仪式当成护身符，结果反而卡住自己，没有真正得着恩典。所以整段给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画面，神没有拉黑他的子民，他留下一个余数计划，但是那些拒绝的人会因为固执而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。这里的张力就像一个超级悬疑剧，到底以色列人未来会怎么样？神要怎么翻转？保罗接下来会告诉我们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。亲爱的朋友，罗马书11章1到10节提醒我们：一，神不会随便拉黑人，他的恩典比我们想的还要深。二，我们也要小心，不要因为自以为懂，就错过神的真正计划。三，也许你以为自己孤单，其实神早就为你留下7000个盟友。